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丽颖平和上半年双脚在榜引热议，深度解析逆袭背后逻辑。赵丽颖这回可真是给娱乐圈整了个大动静，上半年2部电影角色同时霸榜。这操作直接把观众整不会了，有人掰着指头算他出道18年从龙套到顶流的逆袭史，也有人嘀咕是不是流量明星又来电影圈刷脸。但您要是真看过他在《向阳花》里那个满身是刺的劳改犯母亲，或是乔妍的心事中那个表面光鲜内里千疮百孔的女明星，保准的拍大腿喊一句：这姐们是真有2把刷子。当年那个在《宫锁珠帘》里演小配角的圆脸姑娘，如今早把傻白甜专业户的标签撕得粉碎。就说《向阳花》里那个叫高月香的角色，赵丽颖为了演活这个刚出狱的底层妇女，愣是把自己往糙里整，指甲缝里永远带着洗不净的污垢，走路时总不自觉地佝偻着背，连吃盒饭都要先警惕地扫视四周。这些细节可不是导演教的，都是他蹲在城中村观察半个月偷师的绝活。有场戏是他在菜市场被小混混欺负，那眼神从忍气吞声到突然暴起的转变，把现场围观的大妈都看哭了。这闺女演得特真了，跟我家那受气媳妇一个样。转到乔妍的新式片场，她又成了被镁光灯烤得灵魂出窍的顶流女星。有场戏是乔妍在化妆间崩溃，镜头对着脸拍她睫毛膏哭花的样子。导演喊卡之后，现场静的能听见针掉地上，大家都被那种真实的破碎感镇住了。后来花絮里爆出来，这场戏她坚持不用眼药水，硬是把自己憋到情绪崩溃。用她自己的话说，乔妍的眼泪的是烫的，带着粉底液的涩味的，让观众隔着荧幕都闻得到心碎的味道。您听听，这哪是流量明星说得出的话？电影圈的老江湖们最清楚，电视剧演员转战大荧幕从来都是九死一生。早年间多少电视咖在电影镜头前露了怯，被观众吐槽演技像在演 PPT。但赵丽颖这姑娘邪门，电视剧里练就的演技到了大荧幕反而成了杀手锏。《向阳花》里有段3分钟的长镜头，她光用眼神就演完了从绝望到重生的全过程。影评人老周在豆瓣写，这表演像把钝刀子，开始不觉得疼，等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心窝子已经血流成河了。要说最绝的还是他挑剧本的眼光。《向阳花》原著小说压根没人看好，题材敏感的像烫手山芋。制片人老李回忆，当时赵丽颖看完剧本直接杀到办公室，顶着素颜说：这角色非我不可，我太知道被生活踩在脚底下的滋味了。后来电影入围戛纳那会儿，原著作者红着眼圈说，他演的高月香比我写的还像真人。另一边乔妍的心事更绝，本来资方想找港台女星，她愣是带着自己写的3万角色分析去说服导演，最后演出来的效果比原定人设还带劲。现在业内都在琢磨她的成功密码。要说是运气吧，同期多少流量明星砸钱拍电影照样扑街；要说是团队厉害吧，他工作室那帮人以前可没碰过电影资源。倒是有个跟过组的场记说了大实话，莹姐在片场永远带着本演员的自我修养，休息时就蹲监视器前看回放。有次拍淋雨戏，她嫌雨不够大，自己拎着水管往头上浇。这话听着像吹牛，可您看看成片里她头发丝滴下来的水珠子都在演戏，就不得不服气。观众的眼睛终究是雪亮的。现在电影论坛里讨论演技派，再没人把它归到流量明星堆里。有网友说的妙，看赵丽颖演戏就像吃老北京铜锅涮肉，开始觉得也就是个热闹，等那股子后劲上来，才发现5脏6腑都被征服了。这比喻虽然糙，但理儿不糙。
您想想，能让挑剔的影迷们心甘情愿掏钱2刷3刷，光靠粉丝经济可办不到。眼下电影圈正闹剧本荒，好些导演开始把赵丽颖当救命稻草。听说有个文艺片大导看了她的表演，连夜改剧本，要把女主角改成刑满释放人员，这不明摆着冲她来的吗？不过人家工作室倒是清醒，对外永远说还在学习阶段。这种稳扎稳打的劲儿，倒让人想起他刚出道时说的话：演员就像打井，找准一个地方死磕，总能冒出甘泉来。如今看来，这口井不仅没枯竭，反而越挖越有宝藏。2. 赵丽颖多年被不断攻击，被告名单频现，重复率高达80%。你知道吗？赵丽颖这边的黑粉真是没得说，堪称周而复始的经典案例。别看那些人天天嚷嚷着看我哪次没上被告名单，其实呢，翻来覆去那份名单里面重复率高的吓人，起码80%，简直就像一场老掉牙的电视剧，剧情倒带了 N 遍，还硬要演得跟新鲜事儿一样，感觉他们自己是不是都快认不清楚自己到底黑没黑过了。这黑粉真是巧妙的让人哭笑不得，几个号来回切换，像玩捉迷藏似的，折腾的工作室都快拿不出反击的节奏。可你要说工作室没动手，别逗了，维权这事儿根本停不下来，反反复复发声明，像打的鼠游戏一样，哪只黑子头冒出来就猛敲一通。也不奇怪，那份名单里头频繁蹦出的名字和账号。工作室这招不就是集中火力，逐点清除吗？笑死我了！这些黑粉自己掰着指头数名字的时候，估计一边手抖一边怀疑：哎，我咋不在那份被告名单上？结果翻半天不在榜上，又开始嘴硬，黑白不分，阴阳怪气。其实真相简单，这帮人水平那么低，反复用旧套路，怕是连自己都看腻了。换个新花样多好，但他们偏偏就爱老一套，难不成真是懒到极点？更扎心的是，有些黑粉其实根本不是啥爱豆粉丝之间的口水战，而是职业黑子。这些家伙心眼比针尖还小，钻营在讨论区、评论区游走，专门等着下手的机会。听说为了几个小钱，良心早就甩到九霄云外，简直是狼心狗肺活教材。好好的人谁愿意自讨苦吃呢？但他们偏偏活蹦乱跳的活在自己的黑暗世界里，不肯自拔。我还发现，不是所有黑粉都是这么执迷不悟，偶尔能看见一些摸鱼型黑子，看热闹蹭流量，没啥深仇大恨，也许哪天气不打一处来，做一波慈善举动，比如安静的消失，或者改行支持明星。但那毕竟是少数，大部分黑粉呢，滚滚而来，反复咬着赵丽颖不放。娱乐圈这种明枪暗箭的战场，谁没见过？但打击黑粉，尤其是那些老黑子，不仅是对赵丽颖的一种保护，也让整个圈子更清朗。别小看这行为背后的意义，那是对良心的坚守，是真正粉丝的力量。黑粉嘴硬，别急，迟早有刹不住车的时候，那一刹车，可能就是败走麦城的开始。说白了，这事儿看久了，你就清楚了。黑粉是块铁饭碗，吃着吃着没了，最终只能自己咬尾巴。工作室连环出击，名单里名字一个个被点名，打的是钉子精神，锲而不舍，穷追猛打。黑粉们用几个账号倒腾舆论，换着花样搞小动作，结果还不是被工作室一一戳穿，赔钱赔得心疼。闹剧越演越烈，越看越让人上头，就盼着有朝一日，这些狼心狗肺的黑粉能彻底消失，给赵丽颖留个清净。毕竟娱乐圈的风浪够大了，不要再来这些小人算计的戏码。明星该有的尊重和安宁，不能被黑粉们的阴暗嘴脸给淹没。你说是不是？这场战役看谁撑到底。赵丽颖工作室的坚持让人敬佩，
更让人期待正义的最后一击。别光顾着嘴硬了，黑粉们，真心劝一句，老实点，迟早玩不转。